今天呢又是历史性的一刻啊，科技LAN的建站系统啊已经越来越壮大了。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就是LAN的这一套脚本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之前讲过如何搭建 WordPress 啊，我们选择10 LDNMP 建站，我们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。那像这些呢都是定制化的啊，都是科技LAN帮大家全套匹配好的，那现成的。那有些小伙伴说，我不想装这些，我有自己的源码，或者说我有很多 PHP 的源码，我该怎么去装？今天的话，我们的重磅功能就跟大家见面了。其实这个呢已经上线很长时间了，只不过我一直在调优完善，能达到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状态。还有我们的静态站也是可以进行搭建的，就是只要装 Nginx 就可以了。那动态站呢，必须先安装 LDNMP 的环境。那如果你有环境了，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步，我们选择31，你就可以在这个站点管理里面能看到你的域名，还有你的数据库信息组件的版本。那我们直接在这个环境下跟大家来演示自定义动态站点。首先我们选择20，因为我们已经安装了 LDNMP 环境。公布你的 IP， 如果你有 IPv6 的话，它会在后面进行一起公布 IPv4 的这个地址，我们去解析一些域名出来。我们来到我们的域名托管商 Cloudflare 这个 link 的这个域名来，我们选择 DNS 记录，删除这些没用的。来，我们创建一个 A 网站，它的结构就是 A IP 复制进来 LDNMP 环境的机器，开启小云朵。第二个站我们叫 B 我们的 B 站。好，我们拥有了 A、B、C 三个站，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创建站点了。我们先 A， 然后我们回车。他说你当前的站点可用，它会自动帮我们申请3个月的证书，并且3个月将要到期时，它会自动续签。接下来呢，这块有点陌生了，大家支持你手动到文件管理里面来 ，Home。Web 这个目录，然后 HTML 这个目录，这是我们刚创建的。现在这里面是空的我们比方说今天我们先搭一个2次元的发卡网站，推荐的小伙伴也比较多。那我们这边直接点击下载源码。下载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压缩包必须是 zip 包，目前只支持 zip 包，未来可能支持多元化的压缩包这个压缩包拖进来，拖到当前的这个域名下面让它传上来。传上来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是支持远程链接下载的，你也可以右键复制这个链接，然后进行下载。那由于我这边呢是已经放进来了，所以我这边直接回车，跳过下载源码。好，它就会找到 zip 包并且解压，并且在第2步的时候会告诉我哪个 index 作为入口文件。那我这边呢就选择这个路径，往往最短的路径就是它的主 index 的 PHP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进来，一定要把这个斜杠保留这样的一个格式。然后我们回车，你可以选择用哪个 PHP 版本。未来的话，我可能会有更多的 PHP 版本支持我们目前的话用最新版的这个，我们选择1。第4步呢，会列出我们当前已经安装的 PHP 的扩展列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安装一些你自己需要的比方说这个 SG11粘贴到这儿，然后点回车，它就可以去装扩展。当然我们这一个目前是不需要扩展的，所以我们直接回车。最后一步，我们要编辑我们的域名站点的配置，回车一下，就要把这个伪静态这块要改成人家官方要用的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先。对于大家来讲问题应该也不算大，默认的这个删掉。如果你是主流的 PHP 网站，类似于 WordPress 这一类的，那你就可以用我刚才删掉的这个。如果你是有特定要求的，那你就把人家的复制进来，然后现在没对齐，一定要对齐，空格4位，这样的格式就 OK 了。我们 Ctrl+X+Y 回车，就已经完成了部署，我们的 PHP 动态站点就已经部署好了。部署好以后，我们点击这个域名看一下。OK， 我们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配置页面。大部分的源码呢都会监测你的扩展有没有安装完成如果安装完成，你就点击下一步。这个界面的动画效果根本不像是 PHP 做出来的，它自己的一种感觉在里面，用上的人才能体会。我们呢复制相关的信息，每个源码呢跟我这边的顺序不一样，但是
大同小异，找到对应的地方填写就好了。点击下一步，它就可以开始设置自己的管理员账号，然后它会恭喜我啊，已经 OK 了。点击登录，好，它这边说让我们用安全的地址来登录，好吧，这个地方要填邮箱啊，不能填用户名啊。对，是我没看见。好，我们再点击这个酷炫的登录按钮，好，它就开始正在登录。其实功能呢还是比较全的，像什么充值订单啊、会员啊、用户啊、提现啊等等这些，我听小伙伴说它的支付接口会比较多啊，这个大家自行去研究吧。自定义站点，第一个网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做的效果还是非常酷炫的，它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流畅。当然，它的流畅的基础是在科技 LAN 的 LDNMP 加持下带来的。我们现在有2个站了啊，我们再按20，这下呢，大家说我要创建其他的站，也是商城发货系统，我们看一下。当然，这个也是国产的啊，无人看守，增加你的收入。这个电商的下载程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右键把它的下载链接复制一下啊，它后头是带 zip 的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对，这样的回车 OK 也到了这一步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右键进来，把这个地址粘贴进来，然后它就开始去拉取这个源码啊。当然它这个拉取速度呢，根据你的网络，根据它源码所在的服务器有关系。如果两边通信都 OK 的话，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这个是我们远程下载我们的 zip 包一种方式，所以我们现在支持了2种啊，一种是你可以自己把你自己的源码拖进来，还有一种呢就是网站上下载，或者说你自己做一个 URL 可以去直接用链接下载。我们比宝塔 OnePanel 智能的一点就是我们拿到了你这个压缩包就自动帮你解压了。对，在一些小细节上啊，可能做的会比较智能一点，当然在全局层面上容错性层面上还是差很多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产物啊，人家那个可能是一个团队，所以差别还是存在的。好，我们源码下载好以后，它就快速的解压，解压完以后同样也是会帮你罗列，就是你所有目录里带 index 的我都会帮你列出来，但是你要用哪个呢，取决于你自己。感觉这个像是我的入口文件，那我就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，带这个斜杠最好。回车第一点的 PHP 版本 PHP 7.4 安装对应扩展，我们点击回车，它好像就是用的默认的伪静态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改，我们 Ctrl X 跳过。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站又好了啊，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效果。OK， 我们已经来到了安装向导，点击下一步。搭建任何网站，至少是大部分的自定义网站都是可以的，只要你有源码，源码相对规范啊，就没什么太大问题。确定下一步，这样的他就恭喜我已经装好了，我们可以去前台看一下首页。OK， 它是一个很国产化的电商该有的样子，都能看到。它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模板，好吧，还是有模有样的。但它这种老站的性能可能会差一点。最后一个站，那我们就搭一个彩虹聚合 DNS 系统，集合多家的 DNS 解析，然后你可以统一管理。它支持阿里、腾讯、华为，还有我们熟悉的 Cloudflare 啊。这个呢是它的源码包，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地址复制一下。这个是它源码下载地址，很小，我们依然选择20，所以我们这个20的功能就已经发展起来了。回车。他说我这个域名可以用，然后帮我申请证书。为什么做这么多的站点展示呢？就是帮助大家在各种情况下安装成功你自己的源码。我们这边呢右键复制进来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复制了，它是一个 zip 包。回车一下，让它去下载。这个下载就非常快了啊！下载好以后就直接解压，暴露这个地址。这个地址呢，那我们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儿。最新版的 PHP 依然会告诉你要不要装扩展，我们都可以不用装，因为我们没需要的，也是要改伪静态的，默认的删掉。一般站点呢都会给我们提供伪静态的，直接复制。好，我们右键进来，1、2、3、4对齐 ，Ctrl X Y 回车。好，我们的站点呢就已经搭建出来了，这个站也 OK 了。然后把这些信息全部填写，登录，确认安装完成啊。这个后台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块呢就是可以设置你的域名啊，可以把所有的都接入到同一个平台，就是这个平台上。它还有 CF 的优选 IP， 国内的小伙伴访问你的网站会更好一点。这些里面的功能呢，大家
自行的去了解啊。我今天的目的不在于去了解某一个网站它该怎么搭建，而是告诉大家，你有这样的一个建站系统，你搭建任何 PHP 的站点都是可以的。静态站点那更简单。有些小伙伴说，我搭建了这么多网站，我该怎么管理？那管理当然就是在31这个里面啊。我们现在有4个站点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我不想要我们的 C 这个站点，那我们怎么操作呢？如果它带数据库，你要连着数据库一起给它删掉。我们选择8，让它的数据库先删除，把数据库名粘贴进来。我们发现数据库已经被删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删除域名站点，我们就选择7复制进来，回车，也删掉了。它现在能监测到了，以前监测不到。现在说你这个站点呢已经被用了，所以你要先把它删掉，它就会引导你到31刚才我们删站点的这个流程内。你操作完，你再回来装这个 WordPress。你想装任何的站点都不行了。然后20进去。然后你再输入进来，人家也不让你装，你的系统里头已经装了这个站了，它就不允许你再安装了。然后有些小伙伴说，那我如何去备份呢？很简单，32直接备份，它把你4个站全部打包在一起，你可以迁移到其他服务器，快速的返回建站。问我们是不是传到其他服务器上，那我们可以不传，在我们的 Home 这个目录下 LDNMP 的主目录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打包出来的压缩包，它是按时间来排的，备份多次，过了1个小时你改的差不多了，你再备份1次。 OK， 我们现在有2个压缩包了，抓取你最新的压缩包进行还原。38当前的这些所有的站全部删掉，包括我们的环境也都删掉了。我们再回到这个目录下，你就看不到那个目录了，看不到那个目录是已经被删干净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再点31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我的站呢？我的站去哪里了？不要慌，还原全部站点，它会优先找你这个目录下的最新的压缩包34，帮你进行解压，然后帮你进行重新的部署你压缩包里的所有内容。所以你的站点呢又全部回来了，并且是最新的 LDNMP 的建站环境。说的比较激昂，看到了吗？这些东西又回来了，它就是相当于从这个压缩包里面解压出来，然后再让你接着用，重新再装一下环境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动态自定义站点 PHP 的站点如何去在 LDNMP 环境下搭建。只要是你在宝塔 OnePanel 那边你都能搭建的来这儿照样能搭建，而且速度比他们快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